紧凑型车市场可以说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，而对自主品牌更是如此。当年的自主品牌紧凑型车真的是非常的多，而大浪淘沙之后，现在留下的车型就不像当年那么丰富了。帝豪 EC7 可以说是一个幸存者，其实它2013年卖了将近20万台，这么来看，它或许应该叫做一个成功者。而在我身后就是换装了全新动力总成的新帝豪，它的综合实力又怎么样呢？新款帝豪的外观在老款的基础上，对细节做了一些优化，使整车看上去更加年轻。再加上质感非常不错的蓝色车漆，就让新帝豪的档次感一下子提升了不少。相比起前脸的处理，它尾部的处理就没那么出彩了。倒不是说不协调，而恰恰相反的是，它镀铬条和尾灯相互呼应的设计其实非常不错，只是尾部整体看上去太过奔驰了，一下子让那些不错的细节设计变得不那么耀眼了。一辆车好不好，动态的驾驶表现更重要。这辆新帝豪，我们关注的重点莫过于这台新的发动机了。代号 4G13T 是吉利自主研发的产物，这也是吉利第一次在量产车上使用涡轮增压发动机。这台1.3升的增压机，它的最大功率是133马力，最大扭矩是185牛米，在数值上并不出彩，但是实际的表现真的是挺不错的。像起步之初，它的动力响应就非常的积极，而当你转速超过3000转的时候，还会有涡轮增压发动机爆发的那种特性，所以整体的动力调教比较讨巧，在城市中驾驶非常的轻快。也是为了配合发动机所营造出的轻快风格，油门踏板调教也是类似日韩系车那种轻盈的感觉，在市区代步和环路堵车时是很实用的设定。CVT 变速箱也很好的完成了它的本职工作，它的平顺性我们就无需多言了。而这台变速箱对驾驶员意图的理解，还有它的反应速度，你看我现在深踩油门下去之后，转速提升的非常的快，并不会像之前那些 CVT 让你感觉迟钝拖沓，而且它整个转速提升起来之后，会有一种持续上升的节奏感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反应，这样的表现都是能够让人满意的。另外，虽然它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超过了10秒，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在主观感受上，它的实际加速表现真的是要比那些1.6或者1.8加上个4AT 那种加速表现强上太多了。在底盘方面，和老款一样，它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扭力梁式的悬架结构，调教偏向于中性，悬架可以比较好的控制住弹簧的压缩和拉伸的过程，所以在面对大颠簸的时候，整个车身的姿态比较稳健。不过在小颠簸面前，会觉得过滤的就比较生硬了，特别是它的后悬架真的不像前悬架那么的柔顺舒适，而且在经过减速带的时候，弹跳感也过于生硬了一些。作为一台10万元级别自主品牌的车型，底盘没有发散的感觉，整体性很好，这一点很值得肯定。而且在行驶中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响，这无疑对乘坐舒适度是个不错的消息。只是它刹车的脚感和转向的手感就没那么美妙了。在制动系统方面，它的刹车踏板一踩上去会觉得力度偏沉，但是初段的时候车身的制动力释放并不明显，继续深踩下去之后，制动力会有一个比较突然的释放，所以整个刹车踏板就并不线性，而我们实测的制动成绩也并不理想。在转向系统方面，它使用了电动助力取代之前的机械液压助力，而且整个力度很轻，偏向于轻松惬意的驾驶风格，指向比较模糊，没有什么路感，而且框量也不小。而这些我觉得都不关键，它更让人难受的是整个方向盘的尺寸很大，再加上并不支持前后的调节，所以我有一点点需要往前去够方向盘的感受，再加上它跟驾驶员没有任何交流的整体的转向质感，所以这个方向使用起来，我觉得整体并不是让我很满意。
除了刹车脚感和转向手感这点瑕疵之外，新帝豪的行驶表现真的很令我满意。无论是轻快的动力、沉稳的底盘，还有它良好的隔音，都给我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。而它的内饰更是给了我一个惊喜。这辆新帝豪，它的车内的中控台的设计比较常规，中规中矩，没有新意。只有这一条银色的装饰条贯穿整个车身的宽度，觉得增添了一点点活力。而它的整个的做工和用料是挺能让人满意的。在10万元，它的顶配的售价10.08万，我觉得真的是不贵。但在整个中控台，它都覆盖有软质的搪塑工艺的材料，很难得、很大片的这种软质材料，而且顶部还有一些花纹的设计，整个接缝很均匀，而且各个按键会觉得阻尼感、手感都很不错。所以我觉得这辆新帝豪才10万出头的一个车型，它的内饰的做工和用料真的是挺值得称赞的。而它的配置同样也非常的高，像无钥匙进入、无钥匙启动、定速巡航、自动大灯、电动座椅、天窗都是一应俱全。同时，它的中控台这个多媒体系统也是一大亮点。这块屏幕它其实就是一个安卓的平板，里面有很多的 app， 包括它有语音识别功能。我试验像打电话、导航，它的识别度都是非常的高，而且它还有3G 的功能。这样你就可以查看天气、看新闻，而且还有这个浏览器可以上网。不过问题是，它只能从它指定的软件下载的地方去下载一些软件，所以并不能使用一些我们自己平时很习惯的常用的软件，只能使用它指定的软件，算是一个遗憾。另外，它也有 HDMI 和 USB 的接口，可以把手机的这个屏幕直接映射到这里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中控台这个多媒体系统算是一个亮点。至于它的其他方面，像我在之前驾驶的部分说过，它的方向盘很大，但是现在坐在这里看它的设计还是不错的，很漂亮。但是透过这个很大的方向盘看我的腿部空间，其实我就不是很满意了，因为它中控台这个地方上去的角度很快，这样呢，我的右腿踩油门的时候，小腿就直接搭在了这个中控台上，会觉得有一点侵占我的腿部空间了，而左边也同样不是很宽。另外，对于我这个对储物空间有着很高要求的储物控来说，它的储物空间我也不是特别的满意。虽然它的储物格很多，包括这个中央扶手箱还是2层的设计，但是呢，你看像方向盘左边也有一个储物格，但是每个储物格的空间都不大，手套箱的储物格也是很小，所以我觉得虽然很多，但是并不实用。而至于后排的空间怎么样，我们到后排去看一下。在紧凑型车这个级别里，新帝豪的后排空间表现没有什么优势。首先我们看一下头部空间，4指左右的一个头部空间还算不错，腿部空间也同样是4指，就表现平平了。但是我坐在这里觉得挺舒适的，原因首先是它的皮质材料摸上去非常的柔软细腻，并不像很多的所谓的真皮座椅看上去就非常粗糙。而另外，你看它坐垫的角度，我腿的高度，还有坐垫靠背的柔软程度都是非常的好。坐在这里有一种很舒适的被包裹住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它的后排的舒适性值得给一个赞。而另外很难得的是，在自主品牌紧凑型车这个级别里，它的后排的窗户居然配备了遮阳帘，这真的是非常的难得了。这辆帝豪它的后备箱容积是680升，但是在车尾我找不到一个可以开启后备箱的开关，只能通过钥匙和中控台上按键来开启。680升，看一下这个尺寸真的是非常的不错，但是2个轮拱中间的造型能够看出非常的不规整，侵占了它后备箱不少的空间，所以虽然空间很大，但是还是影响了它一定的储物能力。打开这个盖板之后，底下是工具和备胎，可以看到布局还是很好的，而且整个的高度把这个1掌多宽的这个门槛也算上，它的高度也不是很高，仅仅比我膝盖高出一点点。所以除了这个布局不是十分的规整之外，整个后备箱非常令人满意。综合来看，这辆新帝豪它虽然还有一些小问题，比如它的转向手感并不让我满意，比如它前排的像腿部的空间还有储物格的空间都不是十分的理想，但是它动力总成匹配的成熟度，它底盘表现出的这种质感都是让人非常的意外。
作为一个自主品牌车型，能够做出如此成熟的表现，我觉得非常的难得。这辆帝豪，它也证明了我们的自主品牌车型在向着合资品质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我并不能保证它以后每年还能卖出近20万台，但我想新帝豪它的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。到北京之前拍为什么没问题嘛？因为都是雾霾，也没有那么强的光。现在阳光直接照进来了，你不满意了。如此来看，这辆新帝豪虽然它还有一定的问题，比如它的转向手感我并不满意，比如它来。